老虎作为百兽之王，其战斗力的强悍程度毋庸置疑。近些年有很多人对于老虎与狮子到底谁更凶猛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狮子厉害，也有人说老虎更厉害。其实这个话题是没有答案的，甚至很多动物学家都不敢确切的去评价他俩到底谁更胜一筹。狮子老虎在各自的领地都属于顶尖掠食者，其战斗力不相上下，各有各的优势。如果真要分出个胜负，那就是从综合实力上来对比，老虎要比狮子更强一些。如果从心理上来看，狮子比老虎要更加的凶猛一些。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老虎都可以打得过狮子，其实世界上老虎的种类分为很多亚种，并不是所有的老虎都有能力与狮子抗衡。今天黑土找出了近代的10种不同国家跟地域的老虎综合战斗力排名，你觉得我们中国的老虎能排第几？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的是巴黎虎。巴黎虎作为丛林之王的虎类中是垫底的一员，它垫底也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就是它的体型。巴黎虎是近代所有老虎种类中最小的一种，雄性巴黎虎的体长约为 1.15 米，肩高82厘米，体重也就在200斤左右。作为一个老虎，却跟小型美洲豹的体型差不多，甚至还不如美洲豹大。如果把美洲豹跟巴黎虎放在一块单挑，巴黎虎很有可能被按在地上摩擦。我们都知道，体型相当的情况下，美洲豹的优势是高于老虎的，但从敏捷度就已经把差距拉开了一大截，不然美洲豹也不能有捷豹这个称号。巴黎虎作为世界上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排名第9的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虎。这个老虎栖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它也是属于体型较小的一类，不过要比巴黎虎要稍大一点。雄性爪哇虎的体长可达 2.4 米，体重约250斤左右。别看它个头不大，这种老虎最尖锐的武器就是它粗壮的牙齿跟虎掌上可伸缩的利爪。它捕猎的时候异常凶猛，迅速且果断。这种老虎比较会打算盘，它本着会消耗最小的能量来获取尽可能大的收获为原则来攻击对方。如果他察觉到猎食对象的体型比他有优势，或者可能比他有优势，爪哇虎是绝对不会贸然的去尝试攻击对方，行事特别的谨慎。简单点来说，就是没有把握的事他是绝对不会去干，稳如老狗。不幸的是，这种老虎在1988年排名第8，里海虎。同时它也叫新疆虎、波斯虎，地域不同，叫法不同，世界上普遍都叫它里海虎。里海虎是近代所有老虎亚种里体型第3大亚种。雄性里海虎的体长可达 2.9 米，体重约在450斤左右，体型巨大，特别的强壮。里海虎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我们都知道虎毒不食子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并不是对所有的老虎都有作用，里海虎就是个意外。雌性里海虎一般一次可以生下3到4只幼崽，但是正常情况下能活下来的幼崽不会超过2只，因为在这3到4只幼崽中，瘦弱的或者生下来就死掉的幼崽会被雌性里海虎吃掉。从体型上来看，里海虎的战斗力按理说应该是名列前茅的。黑土之所以把它列为倒数第3，是因为以上这3种老虎在地球上都已经灭绝。即便里海虎的战斗力再强悍，但是1981年它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灭绝。曾经的王者有很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接下来就是现存的猛虎。排名第7，苏门答腊虎，它是现存的体型最小的亚种，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这种虎的体长加上尾巴约有 2.3 米，体重220斤左右，体型较小。它们主要生活在苏门答腊群岛的热带雨林。别看它体型不大，这家伙特别的凶猛。它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是它捕食的猎物体型可一点也不弱。小一点的有野猪、豪猪，大一点的比如鳄鱼、幼年犀牛、幼年的大象，都是它们的捕食对象。由于生活在热带雨林，它们捕食猎物的主要手段就是靠偷袭，就是猛的一下窜出来吓到你腿软，然后再对猎物进行疯狂的撕咬。作为老虎，战斗力可谓是相当强悍。当然，如果苏门答腊虎跟狮子去干仗，那毫无疑问必死无疑。不过要是跟美洲豹干的话，那还是有可能获胜的。再这么说，毕竟也是老虎，各方面的气质都不输美洲豹的。排名第6，马来亚虎。这个家伙的身份就比较高贵了，虽然他的体型只比排名第7的苏门答腊虎大不了多少，但是人家是马来西亚的国兽。国兽这个东西就比较厉害了，他们的地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它的地位就好比中国的大熊猫、俄罗斯的北极熊、美国的美洲野牛，地位那是相当的高贵。
马来亚虎的体长约 2.5 米，体重大约在230斤左右，同样也是特别的强壮。虽然在现存的亚种中，它的体型排倒数第2，但是如果比起身份，毋庸置疑，它绝对可以名列前茅。马来亚虎的主要捕食对象同苏门答腊虎差不多，都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猎杀对象也都差不了多少。排名第5，华南虎，也叫中国虎，它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老虎，主要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四川、重庆，包括河南，大部分南方地区都有分布。华南虎的长相特别的漂亮，体型偏中，体长约 2.5 米，体重300斤左右，相当的凶猛。水浒传中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的老虎，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华南虎。如果东北虎没有去南方旅游，那武松打死的绝对就是华南虎。现在有很多人觉得武松打虎这个事有点不靠谱，其实如果武松打的是华南虎的话，还是有可能的，毕竟华南虎体型还是偏小的。如果换成东北虎，那水浒传里可能就没有武松这个角色了。到这里，各位领导千万不要觉得华南虎战斗力不行，它可是非常强悍并且凶猛的。华南虎特别喜欢攻击体型较大的猎物，比如黑熊、马来熊等等。华南虎即便明知道比自己体型大的动物，华南虎也都不惧怕。其实不同的地方，老虎性格也都不同，有的就比较谨慎小心，有的凶猛无比。华南虎就属于凶猛的一类，而且它们只吃新鲜的肉。一般来说，一只野生华南虎的生存地盘至少需要70平方公里的森林。在这70公里的森林里，同样还需要有200只梅花鹿、300只羚羊和150只野猪，才足以成为华南虎的理想栖息地。排名第4，印支虎。这种老虎主要分布在金三角地区，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还有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印支虎的体型偏大，体长可达 2.85 米，体重380斤左右。它也是生活在热带雨林中，它的整体体型略小于非洲狮。它和大部分的老虎都一样，有着极为强烈的领土意识。印支虎的领地意识比较强烈，它们绝对不允许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出现与自己一样的同性，如果有，那就必须要分个胜负，特别喜欢打斗。它的战斗力在南亚几乎没有对手。排名第3，孟加拉虎。孟加拉虎就属于体型较大的一类了，它是一个强大的捕食者，肌肉特别的发达，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巨型动物群。同样，它也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兽，有着皇家孟加拉虎之称。它的体长可以到 2.9 米，体重可达500斤。最明显的就是它的牙齿特别的粗壮，孟加拉虎的犬齿可以长到10厘米，凶猛无比。孟加拉虎的栖息地也特别的广泛，无论是高寒地区还是丛林沼泽，或者是印度的虎特别的强，脾气是所有老虎种类中最暴躁的。野生孟加拉虎几乎会主动攻击出现在它眼前的一切活物，即便是体型巨大的成年亚洲象，见到孟加拉虎也会选择绕道。孟加拉虎出色的战斗力在动物界几乎无人不晓，它的捕猎手段特别的强悍，就连世界上最大的白只野牛也都可以猎杀。好，第2名，东北虎。毋庸置疑，东北虎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东北虎的皮毛是所有亚种中最厚的，也是最结实的。它们生性内向，多疑且凶猛，它们的战斗力就不能用强悍来形容了，确切一点应该说恐怖。它们路过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动物都要绕道。东北虎的咬合力将近1000斤，无论从体型还是咬合力来比较，都要比狮子更胜一筹。它们在丛林中出没无常，捕食猎物时基本上也都是一招毙命。体型较小的猎物，单单是被它拍一掌都有可能丧命。前段时间，一只野生东北虎在东北农村逛村，一掌拍碎汽车玻璃的视频，相信很多领导都看过了。这家伙一掌如果拍到人类身上，那必定是没有活路。还有就是东北虎走起路来也是最霸气的。第1名，狮虎兽。到这里黑图解释一下，其实近代的老虎总共就分为以上的9个亚种，最后这个狮虎兽是黑图加上去的，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就好，盼望各位领导理解。谢谢。狮虎兽这个物种，黑土之前也只是听说过，没想到它竟然真的存在。狮虎兽是狮子和老虎产生的后代，是雄狮和雌虎产生的后代。它的长相一般都是狮子的头，老虎的身子，体型特别的大，比所有的狮子老虎都要大。它的体型最大可以达到900斤。狮虎兽有老虎的特征，也有狮子的特征，两面各遗传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弊端，就是狮虎兽的体型生长不受控制。从它出生起就会不断生长，直到它的身体不能承受为止。同样也是这一点导致狮虎兽的成活率很低，大多数的狮虎兽看起来都比较呆，并且它的免疫力也很差，特别容易生病，成活率极低。从小就体弱多病的狮虎兽对比其他大型猛兽，战斗力略显尴尬。
虽然它的体型巨大，但是由于身上的各方面都不协调，可能天生就不是个练武奇才。如果不受人类圈养，狮虎兽在野外几乎无法独立生存。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1米长的青蛙吗？你知道会吃人的鲶鱼究竟有多恐怖吗？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生活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型生物，它们的体型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鳄鱼的体型可能也就2到3米，但实际上还有一种鳄鱼比汽车还要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动物的体型其实远比你想象中要大很多。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世界上15种体型超乎想象的巨型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5个，非洲巨蛙。青蛙很多人都见过，但是双腿绷直，体长可达1米的青蛙却是大多数人都闻所未闻的。这种青蛙学名为巨胁蛙，也叫非洲巨蛙，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蛙类，目前仅封闭于非洲的卡麦隆南部和赤道几内亚北部原始森林的溪流里。非洲巨蛙成年后的体长最长可达32厘米，体重最重接近7斤，寿命更是高达20年之久。由于其巨大的体型，遭到了当地人大量的捕杀。当地人捕杀非洲巨蛙主要用来食用以及售卖，尽管这种做法在当地并不合法，但高额的利润诱使很多偷猎者在无休止地对其进行捕杀。到了今天，这种大型蛙类只有在一小部分原始森林里有分布，数量已经大幅下降，如果不加以阻止，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会面临灭绝的风险。第14个，湾鳄。眼前的这个巨大的鳄鱼就是湾鳄，它是世界上现存23种鳄鱼品种里最大的一种，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也叫咸水鳄，这种鳄鱼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 1.5 吨。这种巨大的鳄鱼早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并且它的外表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湾鳄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食肉动物，它们性情凶猛，领地意识极强。毫不夸张地说，在野外遇到湾鳄比遇到老虎更加可怕，因为在湾鳄的眼里，人类就是食物。第13个，夏尔马。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也要取决于什么品种的马。在英国有这样一种马，名叫夏尔马，它的高度可以超过2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夏尔马的肌肉发达，外表威猛，力量也大得惊人。但可惜的是，这种高大威猛的马却不是用来骑的。由于其体重过高，奔跑起来的速度并不快，所以只能当作牵引马使用。它实际上是一种重型万马，很久之前在英国主要被用来干一些农活或者拉一些比较重的物资。夏尔马具有很强大的拉力，它可以拖动重达5吨以上的物资，非常强悍。第12个，大鳄龟。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生活着这样一种巨大的龟类，它就是大鳄龟。大鳄龟也叫真鳄龟，它是北美洲最大的淡水龟。这个家伙的龟壳长度可达80厘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200斤以上，寿命更是长达100年之久。它的咬合力高达900多斤，一口下去可以轻易地咬断我们的骨头。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各种鱼类、蛇类以及虾类为食。如果在野外碰到，千万不要触摸它们，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它们咬断手指，甚至是手臂，非常危险。第11个，南象海豹。海豹这种动物，相信家里有条件的领导都亲眼见过，但是体型堪比大象的海豹，却是很多人都闻所未闻的。在南极地区生活了一种非常巨大的海豹，它就是南象海豹。南象海豹是海豹科体型最大的成员，从画面里看上去它可能并没有多大，但当有了参照物时，你就会知道这个大家伙究竟多庞大了。它的体长最长可达 6.5 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4吨以上。至于它的危险程度更毋庸置疑，因为这个大家伙是一种纯食肉动物，它的嘴里也长有非常强大的犬齿，随便在我们的身上啃咬一下就足以折断我们的骨头，更不要说主动攻击。毫无疑问，它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杀死一个成年壮汉，非常危险。第10个，巨型花鸣兔。你见过比狗还大的兔子吗？眼前的这个巨大的兔子名叫大流士，它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兔子。大流士的品种是巨型花鸣兔，它的体长达到了 1.22 米，体重为45斤。这个大家伙每天需要吃掉12根胡萝卜和其他大量食物。它的主人为了饲养它，每年需要花费大约24000多元人民币的费用。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大流士名声大噪之后，就受到了世界各地很多人的关注，其中也包括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群。2021年的4月10号，这只世界上最大的兔子在英国被盗，直到今天仍没有找到。第9个，帝企鹅。你可能以为企鹅的体型就跟一些鸡鸭鹅差不多，但实际上它站起来的高度与一名10岁小孩不相上下。在全世界共有18种不同种类的企鹅，其中体型最大的就是帝企鹅。这种企鹅的身高最高可达 1.3 米，体重可达100斤。它们生活在极其寒冷的南极地区，主要都栖息在南极洲的冰架和固定冰层沿岸。这种地方气候寒冷，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40多度。为了保持体温，它们经常会聚集在一起抱团取暖。从远处看上去，经常会出现一大片企鹅，所以从视觉上并没有感觉它们有多大，但实际上它们的体型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第8个，美洲野牛。这是分布于北美地区的一种野牛，它是北美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一头成年美洲野牛的体长最长可达 3.5 米，肩高可达2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这个大家伙性情凶猛，攻击性极强，脾气还异常的暴躁。在北美地区，这种野牛被列为是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在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每年被美洲野牛攻击致死的人数甚至比熊还要多。这个大家伙看上去虽然比较笨重，但是奔跑起来的速度仍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小时70公里。当它以这种速度冲向人群时，所造成的伤害往往是致命的，相当凶猛。第7个，蓝鲸。很多人都知道蓝鲸很大，但它究竟有多大，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概念。蓝鲸是人类已知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没有之一。成年后的蓝鲸体长可达33米，体重可达180多吨。什么概念？如果把蓝鲸竖立起来，那么它的高度就相当于10层楼那么高，重量相当于25头成年非洲象的总和。但是它的一个心脏就重达1000斤，一条舌头就可以达到2吨。即便是刚出生的蓝鲸幼崽，体重也比一头成年的大象还要重。巨大的体型自然也需要大量的食物，一头蓝鲸一次性就可以吃掉大约200万只磷虾，它一天之内就需要吃掉4到8吨的食物。除此之外，它还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动物。蓝鲸在与同类联络时，会发出一种震耳欲聋的低频声，这种声音高达180分贝，比喷气式飞机起飞时的噪音还要大。然而，就是这么巨大的一种生物，也逃脱不了被人类捕杀的命运。由于鲸鱼身上的油脂是一种非常贵重的工业原料，所以在20世纪之前，这种巨大的生物遭到了人类大量的捕杀。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蓝鲸仍面临着被捕杀的风险。第6个，北极熊。这是你印象中的北极熊，但实际上它的体型是这样的。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要比狮子、老虎以及各种大型食肉动物都要大得多。一头成年北极熊的体长可达 2.5 米，体重可达1600斤，它双腿站立起来的高度最高可达3米。它长有一个人脸一般大的熊掌，一掌拍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毫不夸张地说，它一掌拍下去足以将一个成年壮汉当场拍死，相当强悍。第5个，袋熊。从视频里看上去，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体型貌似并不是很大，但实际上成年后的袋熊体长足足有1米多长，体重也达到了70多斤。袋熊原产于澳大利亚，通常都活动在澳大利亚的南部和东部的森林里。它与袋鼠一样，身上也长有一个育儿袋，只不过袋熊的育儿袋长在屁股下方。由于袋熊是一种穴居动物，它经常会利用爪子挖掘洞穴。育儿袋长在屁股后面的好处，就是可以在自己挖掘洞穴时，防止泥土洒落到幼崽身上。另外就是袋熊不仅外表可爱，它的粪便也相当特殊。袋熊是地球上唯一一种拉立方体形状粪便的生物，这种形状的粪便可以防止屎壳郎推动，能够帮助它们更牢固地利用粪便标记自己的领地。再有就是袋熊的外观虽然看上去非常可爱，但实际上它也具有攻击性，在野外遇到最好不要触摸它们。第4个，欧洲巨鲶。人吃鲶鱼没什么稀奇的，但是鲶鱼吃人那就相当恐怖了。在欧洲生活着这样一种巨型鲶鱼，它叫六须鲶鱼，也叫欧洲巨鲶。这种鲶鱼体型巨大，攻击性极强，它的体长最长可以长到5米，体重最重可以达到500斤以上，寿命更是高达80多年。它长有一张非常宽大的嘴巴，嘴里还长有上百颗牙齿。在捕猎时，它可以利用自己那张巨大的嘴巴，像吸尘器一样把猎物吸进嘴里，然后整个吞下。在欧洲，人们曾多次在这种巨型鲶鱼的肚子里发现了人类的残骸，特别是儿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大家伙一口就可以将一个儿童整个吞进肚子里，非常可怕。第3个，杀人蟹。
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螃蟹，杀人蟹的学名为干式巨螯蟹，它是现存节肢动物中最大的一种。这种螃蟹的双螯，也就是它带钳子的那一对腿，展开的跨度可达 2.4 米，末端的两个大钳子强劲有力，犹如钢钳，可以轻易的将蛤蜊壳子夹碎。这个大家伙无论是外观还是名字，听上去都让人不寒而栗，但实际上杀人蟹非但杀不了人，还经常被人类捕杀。第二个，大白鲨。相信生活在内陆地区的领导对这个物种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大白鲨即便再凶猛，它也威胁不到内陆地区的人类。但当你真的身处海洋世界的时候，就知道大白鲨这种动物究竟有多可怕了。毫不夸张地说，大白鲨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恐怖的一种鲨鱼了。它的体长最长可达7米，体重最重可达3吨以上。它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牙齿，撕咬猎物时就犹如刀割一样锋利，并且它们的性情也异常凶猛，经常会攻击人类的船只以及海边游泳的人类。它一口下去可以直接将我们的身体拦腰斩断，非常恐怖。第一个，帝王蝎。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蝎子。帝王蝎主要都分布在非洲，除了体型巨大，它的外形与普通的蝎子差不多。帝王蝎的体长可达20厘米以上，体重约为30克左右，寿命可达20年。这种蝎子主要都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它的外观看上去虽然非常可怕，但实际上毒性却不是很强。如果不小心被它蛰到，一般并不会有生命危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天堂究竟长什么样子？你知道天与地的交汇处在哪里吗？你听说过天空之镜吗？长期以来，人们曾不止一次幻想过天堂是否存在。虽然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答案，但是请不要遗憾，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其实有很多种非常漂亮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景色堪称人间天堂。但是由于这些地方都散布在地球的各种角落，所以导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亲眼目睹一下这些震撼的景观。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来世界上景色最壮观的10个地方，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人间仙境。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而第10个，乌尤尼盐沼。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盐沼，它的面积超过了1万平方公里。它位于玻利维亚西南部，靠近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山顶上。每年一到了雨季，这片盐滩就会被雨水注满，形成一个浅水湖泊。等大雨过后，这里薄薄的湖面就像一个巨大的镜子一样，在反射着超级震撼的天空景色。此时如果身处这里，看上去就犹如站在了天与地的交汇处一样，非常奇妙。由于湖内多数都是由一层研制的矿物质硬壳组成，并且湖水通常都很浅，因此个别地方甚至可以承受住汽车的重量。当人们将汽车开到湖面上时，看上去就犹如身处天上一样，景色非常震撼。其实除了景色，这里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价值。你知道吗？这里除了漂亮，在这些白色的盐滩之下，还埋藏着很多金属资源，特别是锂。我们都知道，锂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制作电池，而在这片犹如人间仙境的盐滩之下，就埋藏着大量的锂。据人们勘探，但是这里的锂储量几乎占全世界锂的1半。如果当地人将这里的锂全部开采出来，估计玻利维亚这个国家的财富甚至可以与富得流油的中东巨头沙特阿拉伯相匹敌。第9个，雷特巴湖。雷特巴湖也叫玫瑰湖，这里的湖水呈粉红色，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大片血水一样，非常恐怖。这座湖位于塞内加尔境内，它实际上是一个面积仅有3平方公里的咸水湖。湖中血红色的水实际上也不是血液，之所以会使湖水变成这种颜色，是因为在这片湖内生活着一种名为噬基菌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特别喜欢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比如高温、高盐以及高浓度的重金属甚至其他有毒物质的环境中。而位于塞内加尔的雷特巴湖就是一个天然的高盐咸水湖，这里的含盐量高达每升380克，湖水非常咸。这种环境正是这种噬基菌最理想的栖息地。由于这种微生物自身会产生一种红色素，主要用来帮助它们自身吸收阳光，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噬基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使湖水变成粉红色。除此之外，这座湖还拥有与死海一样的功能。由于湖内的盐分含量高达 40%， 所以它与死海一样浮力很强，可以轻松的使我们的身体漂浮在水上。不过遗憾的是，这里并不适合游泳，由于水中的含盐量浓度过高，因此直接接触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第8个，白天堂海滩。白天堂海滩是位于澳大利亚圣灵群岛的一个游泳海滩，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海滩。
整片沙滩的长度约为7公里左右，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洁白的沙滩。白色的沙子加上湛蓝的海水，看上去景色非常震撼。这里的沙滩之所以会这么洁白，主要就是因为这里的沙子都是由细腻柔软的高度纯二氧化硅组成的，也就是说这里的沙子石英含量极高，几乎接近 99%。正是由于这种沙质的存在，才使得这里拥有这样明亮震撼的美景。在当地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去旅游，不过尽管如此，这座沙滩仍能保持着非常洁白的原始状态。第7个，瓦卡奇纳。你知道沙漠中的绿洲究竟长什么样子吗？位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境内，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名为瓦卡奇纳绿洲。它坐落于当地最大的沙丘之间，号称是南美洲最美的一个绿洲。这里就像是一个小镇，周围都被高达约100米的沙丘所环抱。小镇围绕着一池的天然湖水为中心，内部还长有棕榈树、桉树以及人类的建筑物。这里的常住人口约为100人，但是常住的旅客却高达上千人。小镇内部设有各种酒店、商店以及娱乐设施，非常齐全。说到这里，相信很多领导都非常好奇，在干旱的沙质地区，这片绿洲是怎么形成的？其实这里的水源都是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地下河，由于地下储水层的自然泄漏，才形成了这么一小片湖泊。这里的河水也是吸引众多游客的一大亮点，因为在当地有一个传说，就是这里的水和泥浆具有治疗的作用，因此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这里的湖水有一定的医疗功效，因此曾一度吸引来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到了1988年，由于游客众多，造成用水量的增加，所以逐渐的导致这座湖干涸了。但是当地为了保住旅游业，便向这里铺设了管道，从附近的伊卡市内将水抽到这里。第6个，张掖国家地质公园。乍一看上去，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这里是动画片里的世界一样，但实际上这里是真真切切的地球景色，并且它就位于我们国家的甘肃省的张掖丹霞地质公园。这里的地貌奇观大约在600万年前就已经形成，由于丹霞地质的构造多数都是由红色的沙砾岩堆积而成，丘陵上的红色砂岩经过长时间的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再加上气候变化以及风力等因素的影响，逐渐的形成了这种奇异的景象。每当阳光从山丘上扫过时，这里的山丘就会从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丹霞地貌，景色非常震撼。由于这里身处大陆腹地，并且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冬寒夏暖，四季分明，所以在不同气候或者环境下，这里的颜色也会有所不同。对了，再有就是这里还被誉为世界10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景色非常震撼。第5个，羚羊峡谷。这个画面相信有些人会比较面熟，因为它曾出现在很多人的手机壁纸上。这种地方看上去非常梦幻，给人的感觉特别不真实，但实际上它也是真实存在的地球景色。羚羊峡谷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地区，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由水流形成的狭缝峡谷。在这种干旱的环境下，每当暴雨来袭，就会导致山洪爆发。如果地面有裂缝的地方，就会被湍急的水流长期冲刷，时间久了就会逐渐的形成这种狭窄的峡谷。山洪过后，外加上风的侵蚀，日积月累就会形成这种如同水流的边缘。不过仅凭这2点还不足以形成这种壮观的景象。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这里的地质构造。羚羊峡谷内的地质构造是由红砂岩组成的，特殊的地质颜色经过冲刷过后才会形成这种震撼的景象。对了，再有就是这里虽然景色宜人，但是也非常危险，特别是雨季，一旦下雨，这里随时都会有山洪爆发的风险。在1997年就曾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来袭，导致山洪爆发，而正在参观羚羊峡谷的11名游客，由于没能及时走出峡谷，导致全部丧生，非常危险。而第4个，达洛尔。如果单从景色上去看，这里的确非常奇幻，五颜六色的地表，风景非常美丽，但是在美丽的背后，这里却有着非常可怕的一面。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些色彩斑斓的地方，其实常年都被毒性气体所覆盖。这里位于埃塞俄比亚的达罗尔火山附近，这些神奇的地貌其实就是由于火山活动，高温将地下水溶解的盐分带到地表所导致的盐分沉淀层。这些盐分经过阳光照射，水分很快就会蒸发，水中所含的盐分就会凝结并堆积起来，从而形成这种五颜六色的岩层。随着岩层越来越多，才构成了这种神奇的地貌。景色虽美，但是这种地方只可远观不可近探，因为这里是地球上平均年气温最热的地方。达洛尔的海拔很低，它低于海平面以下约100多米，而地球上最低的陆地火山就在这里，因此这里常年都会有大量的热量和腐蚀性气体从地下冒出。人类如果身处这种环境下，极有可能会中毒。再有就是地表上那些小水坑里的水，虽然看上去比较漂亮，但实际上非常危险。这些水的腐蚀性极强，足以溶解我们的衣服甚至鞋子，相当可怕。第3个，
大棱镜彩泉。这里是世界上第3大温泉，它位于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内。这个温泉的宽度达到了75米，长91米，也与其边缘地带呈现出鲜艳的彩色，因此大棱镜彩泉在当地也被称为彩虹泉。这座温泉之所以会变成这种颜色，是因为在这里的水中生活着一些藻类和一些含色素的细菌等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的体内含有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这种物质会使它们的身体颜色随着温度的变换而改变，也就是说季节不同，这个温泉的颜色也会有所不同。之所以只有边缘是彩色的，主要就是因为温泉的中心点位温度较高，不适宜这些微生物生存，而边缘水温较低的区域则是它们最佳的理想栖息地。温泉中间的水温最高的时候可达70摄氏度，几乎没有微生物，所以颜色也就没发生太大的变化。再有就是这里虽然是一个天然温泉，但是却不适合游泳，主要就是因为这里的水温过热，有一些地方甚至接近沸点，如果贸然下去游泳，游着游着可能会被煮熟。除此之外，这种色彩斑斓的水面虽然看上去景色宜人，但实际上却满载病毒。科学家在对这里的泉水研究后发现，这里的水面上布满了用肉眼看不到的细菌，每一小勺温泉水中就有多达成百上千个病毒种类，也就是说我们的手仅仅是触碰到这里的水面，就有可能被几百种病毒粘在手上，非常可怕。第二个，冰岛大冰洞。对于生活在温带地区的我们来说，一辈子想要见到这样的景色几乎是少之又少。这里是位于冰岛西南部瓦特纳冰川的一处冰洞，走进冰洞内部就犹如身处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一样，景色非常震撼。这种冰洞多形成于瓦特纳冰川，由于在瓦特纳冰川的地下分布着熔岩、火山口和热湖，所以受地面温度的影响，导致冰川内部经过复杂的物理变化，底部的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从内部融化，从而形成了这种冰洞。再有就是这种冰洞不是恒久不变的，随着气候的变化，这种冰洞也会变得极不稳定，特别是到了夏季，大部分的冰洞都会有塌陷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只身一人去探索这些大冰洞。这种地方的景色虽然足够震撼，但是危险系数也相当的高。好，第一个，奈卡矿。这里原本只是一个矿洞，主要用来开采铅、锌以及银矿，但就在开采的过程中，工人们在位于地下290米的深处意外发现了一个地下的巨型水晶洞。这里的水晶非常巨大，最大的水晶长度竟达到了10米以上。据估计，这些巨型石膏晶体可能从10万多年前就在这里缓慢的生长了。它们的形成原因主要就是由含有硫酸钙的地下水渗透形成的。在岩浆的不断加热下，这些含有硫酸钙的地下水就会开始缓慢的渗透整个洞穴，从而形成这么一个水晶洞。这个矿洞其实在很久之前主要出产的都是金银，到了1990年才开始发掘锌和铅，最后又发现了这么一个水晶洞。后来到了1911年到1922年间，这个矿洞不知是何原因一度关闭。就在人们准备放弃这个矿坑的时候，又在里面发现了另一个富含大量水晶的洞穴，只不过这次发现的水晶洞穴里的晶体并没有第一个大，晶体长度仅有1米左右。对了，再有就是这个地下洞穴实际上是注满水的，人们之所以可以进入到这个洞内，是因为提前用水泵将内部的水抽走了，如果停止抽水，那么这个洞穴就会再次被水淹没。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